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离开了，但同一种痛苦又会换一个人重新出现？控制你的人，否定你的人，冷漠你的人，背叛你的人，好像只是换了名字，但剧情一直没变。也许这些人不是来毁掉你的，他们更像是你高维自我投射出来的一个练习假人，不是为了让你受苦，而是让你看见你还卡在哪个信念里。这支影片我会带你看懂为什么你总是遇到同一种人，以及怎么从这个剧情里醒来。你不是要成为光，你只是要记起自己本来就是光。你准备好了？正片开始。今天讲的课程是不是人的系列的第4堂，题目是所有人、事件、困境都是我们高维自我所投射出来的练习假人。那个高维自我就是高我的概念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事件、困境，它不是外在的世界给我们的，它一切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为我们去放置的练习假人。用练习假人的概念是我们比较容易跳脱出这个剧情的情境，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是被世界欺负，然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命运所惩罚，我们只是一直在玩自己设计的关卡。那什么是高维的自我投射？就是一般讲的高我。那我现在讲的高我的解释，可能跟我们以前上过课，或者你听过灵性课程的老师的解释，可能有所不一。这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感受跟体验，我只是做单纯的分享。什么是高维的自我投射？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个身体，这个肉身它只是一个载具，我们现在的肉身，那我们只是登录地球这个游戏的账号。那第1堂课讲到我们是下载地球软体嘛，所以我现在的语句就是把它用成登录下载啊，我比较容易说服自己它就是一个游戏，或者是它不是真实的我。那真正的我们是什么呢？是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不受空间的限制，拥有完整的觉知，然后会为我们所设计最佳学习的路径，就是高维的本源的自我。那我们的高维本源自我就是高我，它不会惩罚我们，它也没有恶意，它只会做一件事，用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把我们未完成的课题呈现给自己。所以今天的主题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事件、困境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假人。那每一个假人、每一个情境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恢复本质的力量。那个本质就是本身的本质具足。我们为什么需要练习假人呢？那真正的去学习就是只有2个，第一个是可以辨认自己在哪里失去了本质的力量，所以透过那个练习假人，我们可以看见自己是在哪里失去了本质的力量。第二个，在失去力量的地方重新的还原力量。后面我会解释什么是还原的概念。所以宇宙不会给我们考试，宇宙只会给我们镜子，让我们看见。那这些镜子是哪些呢？就是让我们生气的人，让我们感到羞辱的人，让我们感觉到不被爱的人，让我们感觉到不信任的人，或者让我们感觉到恐惧的人，或者让我们觉得是不值得的人，或者是让我们感觉到挫败的事件，或者是我们反复卡住的一个困境。那这些都是练习假人的一个镜像。所以我们可能就以为这些是生活，其实不是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高维自我投射出来的练习假人，然后透过这些反射让我们看见未被看见的地方，进而能够觉察觉醒。比如说我们遇到了控制我们的人，那只是在提醒着自己，我把力量交出去了，所以我会被别人控制。那比如说遇到了不爱自己的人，那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忘了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焦虑的人，那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的安全感交给了外界。比如说遇到背叛的人，我们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不相信我自己是爱的本体。比如说让我们感到羞愧的人，那只是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还在需要修理自己或是修炼自己。那遇到不公平的事件，只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还在向他人去寻求价值。那遇到相同的困境反复的循环，那只是提醒自己什么？就是这个课题还没完成。就是每一个高我他所投射出来的事件，都是对应一种我们未整合的自己。那重点为什么要去提到这个是高我投射的练习假人？因为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。那些练习假人那些事件，它只能够演给我们看。我们的世界，我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说的一切，包括意识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我们。那他们只是表演给我们看而已。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受伤了，
是因为我们把剧本错认成它是真实的，就是我们可能进入了某种角色，进入到某种剧情，然后我们把这种剧情错认成它是一个真实的现象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。但是真相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人不是来伤害我们的，这些练习家人啊，只是来演戏给我们看。他们可能是演反派，那也有是演好的。那因为都是我们的安排，安排什么呢？让我们的高我对我们自己说，我们忘了自己是谁。然后我就用假人练习来提醒你，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本质，但是我们可能忘了自己的本质。那我们的高我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创造很多的事件，很多的练习假人，用别人来去提醒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看见真相。那于是有哪些现象出现？可能会有对我们不好的人出现，压迫我们的主管出现，可能会有亲密关系产生的困境，可能会有财务压力的出现，可能会有家庭的纠纷，可能会有反复的失败等等等。但是这些都不是惩罚，也不是业力，也不是宿命，它只是我们写好的练习剧本。用练习这两个字比较没有压力，因为它不是定向，它只是个练习而已。他们都是练习假人练习的事件，然后是我们安排觉醒的场景。那这些光行者会一直强调还原的概念，就是把幻象给拆掉，然后回到本质。就是我们不是来修掉某个事件，我们不是来修炼某种业力，而只是还原被事件所遮住的本质，看见自己而已。所以看见幻象就可以回到本质，有3个动作。第一个，看见幻象，我现在都是用语句词去对自己对话，没有去做自我疗愈，也不进入冥想的样态，这个是现在的我。那如果还是需要自我疗愈或者是冥想状态的，你就做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对与错，也没什么限制，也没有什么可行不可行，就是端看你自己当下的感受。那看见幻象的我现在都是用一个自我对话，就是我会对自己说，就是我看见的这个世界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世界，然后它是我的高我去投影的现象。如果情绪可能崩溃了，或者是可能有很多的不如意，你就可以跟自己讲，这些现象是外在世界，这些都是我高我投射的这些投影。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冷静一点。再来是解除认同。什么叫解除认同？就是从角色脱离。那如果你真的当下遇到了很多困扰的事情，或者是情绪可能很多的失控，那你就跟自己说，我不是这个剧情，我也不是这个角色，我更不是这个事件，就反复的一直跟自己讲，一直讲到你内心平静。就是你可以一直反复问自己，让我们从这个剧情角色脱离出来。再来是还原本质，就是要很肯定的跟自己讲，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，这是非常非常肯定的。那虽然我们是说肯定的方式跟自己讲，我们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练习假人出现，让我们以为我们又不肯定了，所以那些只是练习让我们更肯定的一个对象而已。所以你跟自己对话，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，那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心就会变得比较开，很多事件变得没那么的卡住，那对你比较是不好的这些现象跟人，它的力量就会消退。力量消退并不是它消退，是你的恐惧下降，你才会觉得它力量消退，因为一切都只有自己，直到这个恐惧不再形成。那这3个动作就是自我对话。如果我们的情绪，或者是我们遇到的事件，或者是我们遇到的练习假人对象，你觉得很难如你所愿，你觉得很不舒服，那你就是第一个先看见幻象，跟自己讲，我看见的它只是外在的世界，它只是我的高我的投影，对于这个世界的投影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一个投影。那第二个是解除认同，我们本来是在剧情中的角色，就把它解除掉，我不是这个剧情，我不是这个角色，那我不是这个事件，你可以反复的跟自己说。再来就还原本质，就很肯定的跟自己说，我已经还原成完整具足自由的本质。那个当下你可能就会比较开阔一点，你就没那么恐惧，一直到你不被恐惧所控制为止。你可以反复的跟自己做自我对话。那做自我对话对比疗愈，我觉得自我对话的速度比较快。疗愈的话，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课程的引导，那我们会去看见事件，我们会去看见起因，什么原因，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。我觉得那个方法也是蛮好的，但是只是我后来认为，看见事件，看见起因，反而会让我在核心层更加深这个印象，后面会讲到。所以就直接跟自己自我对话就可以了，因为那一些事件起因，它都是剧情，它都是练习假人，全部都是，包括我们所谓的业力。
都是。假设如果有人让我们觉得被否定、不被重视的，那我们就跟自己讲3个动作。第一个，看见幻象，就是那个人不是来否定我的，他只是我的高我派来提醒我，我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了。你才会感觉到你被别人否定嘛。那这个人，这个练习家人其实不是来否定自己的，他只是我们的高我派他来投影出来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交给了别人，它只是一个提醒。所以你都要用你自己意愿的解释。然后第二个是解除认同，你就反复的一直跟自己这样讲，我不是他的眼光，我不是他的评价，我不是他给我的剧本，你就一直反复的跟自己说。然后最后去还原本质，然后很肯定的跟自己说，我还原成本质具足，无需证明的本质。那我觉得很快就会平静了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很平静，你就反复操作。你需要进入到冥想层也可以，那个没有限制的。那如果你进入到冥想层，你会有很多想法或者很多画面也没关系，但是不要跟想法画面带进去走。你跟想法跟画面带进去走，你会陷入某种困境，就是会被卡住的感觉。就是看着它出现，然后看着它消失就可以了。你就专注在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，你就专注在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写剧情的人，就是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编剧。我们从来就不是受害者，我们从来就不被生活推着走。我们只是忘了自己正在玩游戏，我们只是忘了自己是投射的一个投射者，忘了这个反派其实是来帮助我们的，然后忘了所有的人都是练习家人，然后忘了我们才是真正的编剧、作者，甚至是源头。我们现在讲大概下一个阶段。下一个阶段是去改写我们的人生剧本，把我们现行的剧本，你觉得不好的，把它改写掉。那我们就跟自己讲，我们不是角色，我们只是剧本的编写者。那我们已经知道，外在不是来攻击我们，所有的练习家人，所有的事件，它都不是来攻击我们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自己，它只是来提醒，扮演着那些现象、剧情，来提醒我们还没看见的地方。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高我为我们安排的练习。你就跟自己这样讲就会比较简单，你就不会觉得它很宿命。我们其实不只是在看戏，我们是写剧本的人，我们也不是那个戏剧中的角色，那我们要去脱离那个角色存有的层级。所以为什么需要那3个动作？你就是要冷静，跟自己讲，这不是我的角色，这不是我的剧本，要脱离那个角色存有的这个层级，然后进入到创造者的这个维度。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其实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，我们的高我为了我们设计了基础的框架。那基础框架有哪些？它有主题嘛，你要学什么，然后有情境，就是你要在哪里学习，然后要有人物，你要透过谁学，这是高我为我们设计的基本的一个框架。但是很重要什么？所有的剧情都可以及时改写，所有的剧情都可以及时改写。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无力的一个角色，我们是手握程式码的创造者。地球它是一个全息的投影，就是全部信息的投影。地球它有一个规则，而且是最底层的规则，也就是所有一切规则的规则。什么呢？就是只要我们一改变，世界就会立刻跟着改写。只要我们一改变，世界就会立刻跟着改写，只是我们通常并没有察觉到。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命中注定，我们只是很习惯性的去反复的投射出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要停止去重复体验旧的剧本，然后开始创造新的剧本。那剧本为什么会卡住？就是我们现在的体验觉得不前进、迟滞。它有几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卡在旧角色的认同，就是我们一直在扮演什么？扮演着我不是被爱的，扮演着我是弱者，扮演着我是受害者，扮演着我需要努力才能够被看见，扮演着我很容易被遗弃，扮演着我很容易失败。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扮演这些角色，然后把角色定住当成自己，所以我们卡在旧的角色的认同。那地球的全息的景象就会让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哦，地球就是一个全息的一个投影的样态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在重复我们的父母亲或是早期世界观的剧本，就是我们的族群意识，我们在重复父母的给我们的习性，还有族群意识的这些剧本的承接，我们在重复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这个就是命运，但其实是什么呢？可能从小时候被忽略，可能是被否定，可能是被比较，可能是被控制，可能是被羞辱，
那可能是被期待我们要更加的完美，这些程式码都成为我们的基础的设定，就是我们会承接承揽，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些习性，然后承揽了族群意识的这些观点，然后我们就会被定位定住，然后变成是一种基本的投射。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害怕放掉痛苦的身份。痛苦为什么我害怕放掉？那人其实不是害怕痛苦，人是害怕什么？就是没有痛苦后不会知道自己是谁。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，那你可能爱得很辛苦，那你用那爱得很辛苦去证明你的爱是很伟大的，或者是你是很付出的，或者是你的爱是很包容的，是这个概念。那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它给了我们的存在感，所以我们就会紧抓着它不放。就是第三个，就是我们害怕去放掉痛苦的身份，我们就会紧抓它，因为怕这个痛苦一旦放掉，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改写自己的剧本？就是希望我们的体验能够更加的快乐。那它有一个基本的本质，就是我们投射出什么，世界就会投射回什么给我们。所以世界并不是事件的堆叠，它是我们信念的全息化的样态，就是我们接受什么信念，投射出什么信念，然后整个地球造景出我们因为我们信念而呈现的全息化的状态。所以我们不是身体，我们只是什么投射器。你想象，就是我们不是单纯的肉身体，我们是整个样态的投射，就是一个投影的概念。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是萤幕，你可以把你的潜意识想象成是一种播放机。我们只是在投射出这样子的信念，然后透过地球全息投影出这个样态的一个场景。再来是我们要理解剧情剧本的决定权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手里，就是没有任何的事件能够定义自己。那你只要跟你自己讲，我不再扮演这个角色，这个也是做自我对话。现在为什么都是做自我对话？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，你就不用做那么繁琐的一个疗愈。但前提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，他可能前面需要冥想，需要疗愈，然后慢慢的看见自己的本质，然后进而就做自我对话，就可以脱开冥想跟疗愈。那有些人不需要，那需要跟不需要都没有关系，它并没有对错，需要跟不需要都是我们的高我为我们创造的练习家人。你会看到有些人需要，你会看到有些人不需要。那一些还在练习的同学，或者是有些老师，他就是强调我们一定要做疗愈，或者是一定要做冥想，他只是我们的高我所投射出的练习家人。从每一个练习的家人、练习的事件，去看见自己未被看见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故事的剧情，我们现在所演的这个剧情，所有的那个剧情都是掌控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可以立即的改写。那如果你觉得现行的体验真的让你很不舒服，你就跟自己讲，我不再扮演这个角色。那这个都是很肯定的，跟自己讲。那也许你讲完之后，或者是你可能又感受到我又继续扮演这个角色，没关系，你就再跟自己讲一次，一直到你能够完全脱离。它可能需要点时间，也可能不需要时间。所以你看到需要时间的人，跟看到不需要时间就能够转换的人，它都是你的高我投射的现象。那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剧场，所以剧情是没有固定性的。我们什么时候醒来，剧情就会开始改变。没有觉察到，那剧情就是扮演着没有觉察的剧情。那觉察到，剧情就会改变成已觉察后的剧情。是怎么样改写剧本？第一个是改写什么呢？角色的设定。就是我们都是成为这个戏剧中的角色嘛，那一样你就跟自己讲，就是我已经还原成本质剧组的本体，然后你讲的都是要很肯定的哦，我不再是什么小时候被拒绝的那个小孩，不再是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的人，不再是那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人，然后不再是需要被爱的人。那因为我们从那个角色回归到本体，就是我已经还原成本质剧组的本体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改写对人的投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对每个人的想法，它都会自动成为对方对我们的态度。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想法，它都会自动成为对方对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调整，跟自己对话，就是我将这个人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很不友善，那你真的相信他对你是不友善的，你就跟你自己讲，他只是我的高我所投射出的一个练习家人，然后你再跟自己讲，请将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练习家人请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。那你理解了这个是高我的投射创造出的练习家人，因为你理解了，你那个恐惧就会消弱一些。
然后你再跟你自己讲，就是请将这个对象这个人还原成中性的练习投影，它还是你的高我的一个投影，只是它可能很偏激，那你要把它还原成中性，就是不偏激。你相信是，那这个样态就会平息，而且是很快。平息不一定是平息到0，那至少可以平息到你可以接受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它还是没有很平息，或者它只有下修一点点，就反复跟自己讲。你可以在心里面跟自己讲，每一次讲就每一次的更加相信，然后那个镜像的这个反射就会平息到你能够接受的样态。再来是那个改写事件的意义，假设每个事件没有意义呢，你可能就不会去体验这些的样态。本身这个事件它有没有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跟自己说，这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，并不是阻碍。那事件就会转向，就是事件本身它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，你可能不能够理解到这个意义对我的好处是什么，你当下无法理解，那你就跟你自己讲，我要重写，你就跟你自己讲，这个事件它不是阻碍我前进的样态，它只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。就跟自己讲，就脱开那个剧情的样态，不要再成为这个剧情中的角色。我们做这个自我对话都是脱离那个角色，脱开、跳开。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每一件事情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。那如果我们遇到的事件，你的高我投射给你的事件，然后你觉得很不如意，你甚至无法理解我遇到这个事件对我的好处是什么，你就觉得为什么要遇到这个事情？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好？我没有看到任何好处，那你就跟你自己讲。这是我提升频率的容器，它不是我的阻碍。就是你把这个事件的感受全部脱离，它只是提升你、扬升你的一个样态而已，它并不是阻碍你的。你用这个去解释，而不要去找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，它到底需要我学习到什么美德，不需要去找。再来是改写那个故事的走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体验感受你觉得很糟糕，或者你觉得不喜欢，你可以直接改写，就是我选择新的版本。你要跟你自己讲，我选择新的版本。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什么呢？你现在正在体验什么东西，不一定要从头到尾体验完哦，没有有始有终哦，所有的体验都没有有始有终。那我们可能会接受到那种族群意识，有始有终，做事要有头有尾。你因为这个信念出现了，你会不自觉，你的潜意识会把这个剧情演到完毕，那你可能中间就很痛苦到完毕。其实没有，但是我们如果脱离这个角色呢？脱离我们被信念所困住的这个现象，你就跟自己讲，我选择新的剧本。你可以随时在某一个剧情的卡点直接跳脱，没有一定要从头到尾，也没有全部演完，都不需要。你可以选择新的版本，你当下立刻选择新的版本，那故事的走向就会调整。前提是你要相信。那这个自我对话，我觉得不会很难哦。就是如果你觉得很难，那个只是你的高我投射出很难的那个剧情假人，让你知道好像很难。那如果你遇到有些人他觉得很简单，那也是你的高我投射出的练习假人，他觉得很简单，这都是去演给你看的。你就一直提醒自己，我本来就是本质具足，一直不断提醒再提醒。那如果你跟你自己对话，我要选择新的版本，那选择什么样的版本，什么样的剧情呢？你就跟你自己讲你想要什么。比如说我想要被尊重，我选择我是被爱的，我选择财富是流动的，我选择我要被看见，或是我要看到的结果是顺利的，那我要选择我在成功的路径是很轻松容易的，这都是你的选择。那如果你把你的版本定义成这个样态，你的世界就会跟着这个样态改写。我们曾经接受到一些族群意识，一不登天，成语上好像是负面的解释，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。那实际上你在做冥想的时候，或者你在做想象的时候，你如果相信那个想象中的场景，你是感受到的，其实那个能量就即刻改变了。你打开眼睛，你去体验你现在的现象，生活现象。如果你冥想完了，我觉得我在冥想层它改变了，但是我睁开眼睛它并没有改变。那个睁开眼睛并没有改变的这个感觉跟体验，也是你的高我投射给你的剧情假人、练习假人或者事件，那就反复在跟自己对话。那个事件就会松动，再松动。跟自己对话的目的就是脱开角色，这一切都是剧情，它不是真相。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。